大家好，我是4213。话说编年史第3卷也开坑了有一段时间了，截止上期我总算是把第3卷的第1章崛起的黑潮给讲完了。之前有观众私信问我为什么这第1章要叫崛起的黑潮，其实这个英文版编年史中的第1章是叫 The Rising Darkness， 直译为崛起的黑暗。我想中文翻译为黑潮，大概是想表达瘟疫如黑色的潮水。那么这个翻译呢，其实也不错，但总觉得没有黑暗来的直观。而这个黑暗指的就是即将到来的天灾军团。老话说得好，天灾军团来了，第3次大战还会远吗？是的，这卷3第2章讲的正是这第3次大战。这部分也是魔兽争霸3的游戏剧情。沃3的游戏有多经典，剧情有多史诗，就不用我多吹了吧。想当初不知有多少玩家是因为沃3才入坑魔兽世界的，UP我呢也是其中之一。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可能会与你所熟知的沃3剧情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差异。那么差异何在呢？这么说吧，在沃3中，玩家是通过多种族的视角来推动剧情的。在大多数玩家看来，在序章战役部落大西迁结束后，紧接着的是人类战役。这样一来，玩家会很自然地认为人类战役的故事是发生在兽人西迁之后的，但实际上人类与兽人的战役是同时推进的，甚至人类战役的发生时间还要略早于兽人这边。为此，在本期的讲述中，我会以事件的先后发展顺序来为大家梳理解说那些经典故事，并介绍那些在沃3中没有展现出的剧情。好啦，前面的话呢就暂时先说到这里，下面正式进入到本期的故事环节。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了解到天灾瘟疫是如何在洛丹伦王国传播的。那是克尔苏加德所率领的诅咒教派，在洛丹伦的东威尔德地区对人们食用的谷物散布了天灾瘟疫。当那些一无所知的人们吃下这些谷物后，瘟疫便开始蔓延开来。而本期的故事也要接着从这天灾瘟疫说起。这股由瘟疫所引发的疾病，任何药物和治疗都对其毫无作用，而且如果没有第一时间遏制并发，就连牧师的神圣魔法也无法缓解患者的痛苦。其实最可怕的还不只是瘟疫本身，而是人们最开始压根就没把疫情当回事。当时洛丹伦都城也收到了疫情的相关报告，不过这些报告却没有引起君主的重视，而且就连洛丹伦的人民也没有将疾病太当回事。因为在过去，人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饥荒与疫病。洛丹伦的国王泰瑞纳斯·米奈希尔2世认为，现有的报告还不足以说服他投入更多的资源去调查瘟疫。在他看来，兽人部落才是最紧迫的威胁，因为现在在王国各地都有游荡的兽人，所以他觉得清理兽人、保卫领土才是第一要务。这也就导致他不愿派兵力去隔离那些被疫病感染的村庄。就这样，瘟疫的最佳阻断期和治疗期被错过了。很快，洛丹伦就出现了第一批死于瘟疫的患者。亲友们在悲痛中送走了死者。随着死者数量的不断增多，种种诡异的传闻也迅速遍及全国。有人说那些死者的尸体会在夜间消失，也有人说自己看到了死者从墓地站起，变成了没有意识的行尸走肉。虽然这些故事呢听起来荒诞不经，但却都是事实。瘟疫的最终症状已经开始显现，受害者都将变成亡灵僵尸，屈从于巫妖王的意志。而造成这一切的克尔苏加德眼看着东威尔的濒临毁灭，心中充满了成就感。他认为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巫妖王的宏图大业终将实现。没过多久，一支由亡灵仆从与诅咒教派狂热信徒所组成的恐怖大军逐渐成型。克尔苏加德将这支大军称为天灾军团，它将成为巫妖王的武器，让天灾降临到整个洛丹伦，最终令所有人类屈膝臣服。亡灵瘟疫的传播和最终效果都远远超过了麦迪文的预料。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他清楚自己无法拯救那些感染者，他也无法顾及眼前的疫情，毕竟自己的力量已经大不如前了。而且他还知道，亡灵瘟疫只不过是先兆，艾泽拉斯真正的威胁其实是即将到来的燃烧军团。他必须竭力阻止军团那想要掌控第2座永恒之井的企图。为此，麦迪文想呼吁人们去保护远在卡利姆多的第2座永恒之井。他打算将那些尚未感染的人类居民聚集起来，指引他们前往卡利姆多。不过这样做呢，就意味着要放弃那些感染者，甚至是要任其在瘟疫中沦陷。
但这样的选择也是无可奈何的。接下来，麦迪文运用残存的守护者之力，开始联络东部王国中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物。有时他会以渡鸦的形象进入一些人的梦中，有时则会以自称是先知的人类形象当面向人们发出警告。说到这里，相信玩过沃3的朋友脑海里都有了对应的 CG 画面。是的，兽人与人类战役的开场动画就分别展示了麦迪文进入萨尔的梦中和他现身洛丹伦都城当面警告泰瑞纳斯的场景。需要说明的是，麦迪文是先找的人类，之后再找的兽人，所以这里我们先来看人类战役的开场动画。最开始给到的镜头是麦迪文化作渡鸦飞过了雪山和盆地。我想问问有没有观众知道这两个场景来自于艾泽拉斯的哪个区域？最开始我以为雪山是卡斯摩丹的山区，盆地是阿拉西，麦迪文的飞行方向是由卡拉赞向着洛丹伦前进的。但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官方资料，我才知道自己错了。据时任沃3创意总监的克里斯梅森说，冰川场景是诺森德的冰冠冰川，而盆地的场景则是贫瘠之地。我来看看弹幕里有没有答对的小伙伴。而在接下来的这个场景，相信大家都能认出是洛丹伦都城了。在麦迪文飞抵洛丹伦时，有一个蚂蚁搬家的画面，我认为这是具有多重含义的。一是暗示当前的局势风雨欲来，二是暗示麦迪文此行是来劝人西行前往卡利姆多的，也就是蚂蚁搬家。第三重含义则是人类可能还不如蚂蚁有危机意识。这话该怎么说呢？大家接着往后面看。下一个镜头是在王城大厅中，国王泰瑞纳斯正在和联盟各成员国的大使共商要事。虽然影片中没有明说有哪些国家的大使，但依照当前洛丹伦成员国的情况来看，至少是有库尔提拉斯、暴风城和肯瑞托的大使在场的。大使们的讨论呢，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部落正在集结，联盟不应该放任他们，而另一派则来自于肯瑞托的大使，他告诉泰瑞纳斯，部落不是联盟的首要麻烦，那股肆虐北方的瘟疫才是。肯瑞托的大使还提出应该立即隔离那些感染了疫情的村庄，可泰瑞纳斯却认为，在肯瑞托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前，他不会对民众采取隔离措施。直到此时，旁听多时的麦迪文由渡鸦转为人形，向人们发出警告，人类已经大难临头，黑暗之潮将再度袭来，整个世界都将熊熊燃烧，若想逃过此劫，就必须西行前往卡利姆多大陆。这里呢是有几个需要讲解的地方。一个呢是关于麦迪文的形象，现在的麦迪文是将自己的样貌隐藏在兜帽之下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希望有人能够认出他来。二是关于麦迪文为什么不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守护者麦迪文，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因为麦迪文的名声呢并不好，许多人虽然不认识麦迪文，但却都知道是他把兽人引到艾泽拉斯来的，他如果声称自己是麦迪文，反而会更麻烦。三是不得不说，麦迪文给泰瑞纳斯的警告太过于含糊了，就连沃3的关卡设计师大卫·弗里德也承认这段台词太模糊了，至少应该是提到燃烧军团的。很显然，这段颇有一些谜语人的警告，泰瑞纳斯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就算他们大难临头，也该由他们去保护自己的子民。而麦迪文看到人们不愿听从警告，于是他只能再去另觅他人了。其实前文我们也说过，泰瑞纳斯觉得清理兽人、保卫领土才是最重要的。而眼下，在洛丹伦南部的斯坦恩布莱德附近，就有这么一群兽人在作乱。虽然还不知道当地的具体情况，但为了防止这些兽人践踏国土，泰瑞纳斯派出了一些军队和圣骑士去围剿兽人。而圣骑士中就包括了他的儿子阿尔萨斯王子和光明使者乌瑟尔。到这里，剧情就进入了沃3人类战役的第一关。在斯坦恩布莱德附近的人类营地中，阿尔萨斯王子与他的导师乌瑟尔会合了。乌瑟尔向王子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而阿尔萨斯也谦虚地表示导师不必拘礼，他现在还不是国王。大家记住，这句话是一个考点，在以后的节目里会考的。在二人寒暄了一阵过后，他们聊起了正事。根据斥候带回的情报，兽人即将对斯坦恩布莱德发动进攻，所以他们决定兵分两路，由阿尔萨斯带队守卫城镇的安全，而乌瑟则带大部队进攻兽人的大本营。当保住了斯坦恩布莱德后，阿尔萨斯再到兽人大本营处与乌瑟尔碰头。其实这第一关的任务已经在剧情对话中表现得很明显了，对吧？那就是保卫斯坦恩布莱德。关于斯坦恩布莱德，这里我先稍微介绍一下。原本这里是奥特兰克王国的土地，第二次大战时期，
当奥特兰克国王皮约诺德因背叛联盟盟友而导致整个国家走向了覆灭之路后，这个小镇慢慢并入了洛丹伦王国的版图。所以当下兽人攻击这里时，洛丹伦的军队才会赶来支援。此时阿尔萨斯正带着士兵向斯坦恩布莱德方向前进，途中他会接到豺狼人绑架小提米的任务，还会遇到一些村民正在被一群辛迪加强盗攻击。阿尔萨斯很轻松的就完成了这2项任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辛迪加组织的首领原本是奥特兰克的王室贵族，自从这个国家覆灭后，王室成员便带领其子民落草为寇，组建了这名为辛迪加的犯罪组织。他们主要在奥特兰克、阿拉西、希尔斯、布莱德丘陵等地进行劫掠活动，所以在这一关中击杀掉特定的辛迪加敌人，还会掉落一个名叫皮约诺德的末日的神符，而皮约诺德正是过去奥特兰克的皇室信使。在搞定了支线任务后，阿尔萨斯率众来到了斯坦恩布莱德，这时他才发现兽人的进攻早已开始了。之前洛丹伦方面本以为是萨尔带领的新部落在这里劫掠，可是当阿尔萨斯与兽人交手后才知道，这些兽人是来自南边的黑石氏族。这里的黑石氏族不属于是萨尔的新部落，他们的氏族领袖雷德甚至不认同萨尔及其新部落，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部落。但是在人类看来，野蛮的兽人全都一样。深入城镇后，阿尔萨斯会看到黑石兽人抓走了部分村民。在解决掉城镇中的兽人后，很显然阿尔萨斯下一步准备解救那些被抓走的人们。恰好此时乌瑟尔也派骑士通知阿尔萨斯该与他会合了。接下来进入到人类战役第2关，初会黑石氏族。当阿尔萨斯与乌瑟尔会合后，乌瑟尔对王子说自己已经派了2名骑士去与兽人首领谈判了，但随着2匹没有骑手的马返回营地，乌瑟尔也明白不光谈判破裂了，还搭上了2名骑士。阿尔萨斯提议应该直接去消灭那群兽人，乌瑟尔则教导王子，复仇不是圣骑士的信条，如果内心只有仇恨，那他们就与兽人无异了。接着他把营地的指挥权交给王子，希望他好好指挥这场战斗。由于现在是阿尔萨斯在指挥战斗，所以巩固基地的防御、招募士兵是首要任务，也就是要先防守，然后再找机会进攻。在防守的过程中，会不断的有黑石兽人过来骚扰，他们通常由2个兽人步兵和1个投掷斧头的森林巨魔组成。注意，在原版沃3中，这里的巨魔是投掷长矛的森林巨魔，因为考虑到森林巨魔的设定与沃2的故事不符，所以在重制版中才变成了曾经与旧部落结盟的森林巨魔。这里算是修复了原版中的一个剧情小 bug。当防守到了一定阶段时，黑石氏族的剑圣会跑来叫阵，他转述了氏族里术士的话，恶魔很快会从天而降。乌瑟尔气愤地向剑圣抡出一锤，结果却发现这只是个镜像。这里对没有玩过沃3的朋友解释一下，这镜像是沃3剑圣的一个技能，说白了就是一个分身，所以乌瑟尔一锤分身就消失了。镜头再切换到黑石剑圣这边，剑圣的真身正在献祭那些之前抓到的人类。通过任务日志我们可以发现，黑石氏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又与恶魔搭上线了，而能与恶魔产生联系的也只有氏族中的术士了。看来是在第2次大战后，居住在黑石山中的黑石氏族通过术士与燃烧军团取得了联系。在说和战役中，当阿尔萨斯招募到了足够的人手后，就可以开始去野外探索了。探索过程中，阿尔萨斯找到一群矮人，这些矮人是为了追猎一头黑龙而来到这里的。据推测，这头黑龙可能是从燃烧平原过来的，而矮人追猎黑龙是想用龙血来为武器附魔。阿尔萨斯顺理成章地揽下了这个屠龙的任务。在击败黑龙后，矮人会为阿尔萨斯的武器附魔。在累积好了装备和人手后，阿尔萨斯便会率领部队去攻打黑石兽人了。他们很轻松就拿下了这场战斗的胜利。乌瑟尔也毫不吝啬地赞扬了王子。尽管兽人召唤恶魔的行径很可疑，但不管怎么说，兽人的威胁暂时是被清除了。乌瑟尔与阿尔萨斯也要回去向泰瑞纳斯国王报告了。大约在2周后，在魔法之都达拉然这边，先知麦迪文找到了肯瑞托的大法师安东尼达斯。麦迪文也向安东尼达斯发出了警告，但安东尼达斯却对麦迪文的警告置若罔闻。需要注意的是，经常有人会发出疑问，难道安东尼达斯没有认出麦迪文吗？这里我觉得安东尼达斯应该是认出了麦迪文的。根据编年史记载，麦迪文在世的时候，肯瑞托组织派了不少法师前往卡拉赞来向麦迪文请教学习，也就是说，肯瑞托的统治者应该是能认出麦迪文来的。而至于安东尼达斯为什么拒绝麦迪文，那是因为法师们研究过东威尔德地区的瘟疫，他们认为这场瘟疫可能是由魔法产生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许可以想出办法去拯救那些感染瘟疫的人，所以才拒绝了麦迪文提出的西迁。
这里可以看出，肯瑞托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很是担忧，否则肯瑞托大使也不会公开提醒泰瑞纳斯国王了。但对于瘟疫是否由魔法产生，他们还缺乏证据。正巧，安东尼达斯最信任的学生吉安娜·普罗德莫尔在一旁悄悄听到了陌生先知与老师的谈话，而安东尼达斯也正好借此机会派吉安娜到瘟疫爆发的地方去观察，并沿途采集情报，并且他还邀请了一位特约使节来协助吉安娜。好了，到这里人类的战役故事要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由萨尔领导的新部落这边的情况。由于麦迪文在人类中的游说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起到任何正面效果，但他却在兽人这边看到了希望。不过麦迪文却觉得寄希望于兽人，这多少有些讽刺和戏谑的意味，因为在过去是他带领兽人来到艾泽拉斯的，这些野蛮嗜血的家伙几乎毁灭了人类文明。可没想到如今只有兽人愿意听从他发出的警告，当然这也是因为兽人有一位英明的新领袖萨尔。在之前，新部落的大酋长萨尔虽然已经将大部分兽人从集中营里解救了出来，但他们现在依然无家可归，只能在阿拉西高地过着游牧民般的生活。他们一边在洛丹人周围找寻那些落单的兽人，一边还要避开人类的军事力量。需要补充的是，在前几期讲过的敦霍尔德城堡事件结束后，还发生了鲜血与荣耀事件，也就是人类圣骑士提里奥佛丁和兽人老兵伊崔格的故事。在这场事件末尾，萨尔率部落救出了伊崔格和提里奥。这部分的详情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之前做的那期视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萨尔在这些年里从集中营中也救出了不少二战后被俘虏的黑石氏族兽人，这些黑石兽人现在都归属新部落了。他们与黑石山的那群黑石兽人立场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需要大家清楚。再有就是鼎鼎大名的瓦罗克萨鲁法尔和布洛克斯西加萨鲁法尔，据推测也应该是在这段时间内加入新部落的。话说回来，在阿拉西生活的这段时间里，萨尔也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那部落势必会与联盟爆发一场大战。可他本人并不想与人类开战，因为一旦开战的话，势必会削弱部落的力量。为此，每一个白昼他都在为新部落的出路苦苦思考。而当夜幕降临时，他又会受到噩梦的折磨。最近他在梦境中看到，在部落与联盟战斗时，天险已降，燃烧的暗影即将吞噬万物，并且他还在梦中看到了一位身着长袍的人类。那人告诉萨尔，你必须集结部落，带他们找到自己的命运。这一段呢，其实就是沃3兽人战役里非常经典的那段开场 CG 了。在03年的时候 ，CG 做成这样真的已经非常屌了。暴雪影业的招牌也是从那时树立的。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是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段 CG 才知道魔兽争霸的。据说啊，在兽人冲锋的这段镜头中，有虫族的刺蛇和暴雪其他角色的彩蛋，我自己是反复看了好多遍都没有找到，不知道有没有眼尖的小伙伴能够发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 CG 中，梦境里的萨尔拿的不是毁灭之锤，而是一把斧头。据说这个有可能是杜隆坦之斧，因为在取消的游戏《魔兽历险记》中，德雷克塔尔为了考验萨尔，让他从一个封闭的洞穴中取回了他父亲的战斧，所以梦境中的萨尔有可能拿的就是这把斧头。而关于萨尔通常使用的武器毁灭之锤，它原本是前部落大酋长奥古雷姆的家传武器。在奥古雷姆临终前，他将武器与盔甲传给了萨尔。这把传奇武器中有这样一个预言：毁灭之锤家族的最后一个传人会用它先救兽人于危难，而后再给他们带来毁灭。之后，他会落到黑石氏族之外的另一位兽人手里，那位兽人会用这把武器带领兽人走向胜利与和平，而这个兽人就是萨尔了。再说回到剧情上来，当萨尔从梦境中惊醒后，化作渡鸦的麦迪文找到了萨尔，并对其说道：刚刚看到的并非噩梦，而是一段幻象。他让年轻的酋长随他前来，他将揭示兽人们的未来。萨尔虽然不明所以，但还是选择跟随在幻想中曾见过的那个人。到这里就进入了整个沃3序章的第一关。因为是序章的关系，所以关卡是基操教学。有趣的地方在于，当萨尔遇到不同种族的敌人时，会说出不同的台词。当他遇到森林巨魔时，萨尔会说不敢相信他们也曾是部落的一部分。这里呢，也是对应了《魔兽争霸2》里的剧情。在关底，萨尔终于见到了幻象中的那个人，他询问对方的真实身份，但麦迪文却告诉萨尔，他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股黑暗的风暴正在逼近，熊熊燃烧的暗影即将吞噬这个世界。萨尔脱口而出是恶魔的燃烧军团，因为他在幻象中也看到了先兆。
麦迪文点头证实了萨尔的想法。他告诉萨尔，现在只有一条路能够阻止燃烧军团，那就是带领兽人远渡重洋前往卡利姆多，这样才有机会与恶魔抗衡。然而穿越无尽之海谈何容易，萨尔不知道要如何前往那片陌生的土地。他还想问更多，但却被麦迪文打断了，并声称以后再解答更多的问题。说完便化作毒鸦飞走了。这次会面让萨尔陷入了更深的忧虑。虽然萨尔很年轻，不知道军团在过去是如何奴役兽人的，但他却从老一辈的兽人那里听说过军团恶魔是如何摧毁兽人种族的。因此他担心，如果不起身反抗军团，兽人将会再次沦为军团的奴隶。萨尔很犹豫要不要相信这个人类，但很快元素之灵就给予了他回答，相信那个人类。而萨尔作为萨满祭司，也相信了元素之灵的指引。在深思熟虑过后，萨尔将所经历的一切都毫无隐瞒地告诉了他的人民。尽管前行的道路障碍重重，面对的敌人异常强大，但兽人都相信着自己的酋长，因为如果不是萨尔，他们现在仍然在集中营里过着消沉萎靡的日子。话说之前，为了分散游击和躲避洛丹伦联盟，部落以氏族为单位，化整为零，分散在各地。而现在，大酋长萨尔发出号令，让散布在各处的兽人氏族到洛丹伦南部海岸附近集结，准备一起想办法渡海前往卡利姆多大陆。数日后，各大氏族陆陆续续抵达了集结点。萨尔为了迎接各氏族，吩咐部下开始搭建新的营地。然而，萨尔这几天都没有收到先知的任何消息。格罗马什、地狱咆哮及其战歌氏族也毫无踪影，这不禁令萨尔开始担心起来。当营地搭建完成后，有一群联盟海军部队找上门来，领头的人类命令萨尔投降，并说联盟已经俘虏了一位兽人首领。萨尔担心他们抓住的是地狱咆哮，于是他便带领部落的战士们向人类营地发起了进攻。在这一过程中，他陆续救出了许多被俘虏的战歌兽人。最后，萨尔成功地救出了地狱咆哮。重获自由的地狱咆哮表示自己除了自尊心，没有受到任何伤害。随后，他又向萨尔展示了自己想到的好点子，那就是利用停靠在联盟海军码头的船只渡海。这里我来推测一下，为什么地狱咆哮会被联盟抓住？有可能是当地狱咆哮收到萨尔发出的要带领兽人渡海前往新大陆的消息后，他便准备带领战歌氏族袭击联盟的海军基地，意图攻下这座基地，将人类的船只据为己有。但结果却是这次的进攻失手了，所以才被联盟抓了起来。再把话说回来，当萨尔救出地狱咆哮后，部落氏族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于是他们便夺走了人类的船只，向着卡利姆多大陆扬帆起航了。而在不远处的山丘上，麦迪文一直注视着部落。他知道，当兽人抵达卡利姆多大陆后，会迎来自己全新的命运，新部落的人民也将得到救赎。至此，兽人战役可以说是暂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他们会经历漫长的海上航行，而就在麦迪文与兽人接触的这段时间内，随着天灾瘟疫的进一步扩散，在洛丹伦都城中的泰瑞纳斯国王再也无法忽视这股瘟疫的存在了。当他得知肯瑞托的安东尼达斯准备派吉安娜前往调查瘟疫后，泰瑞纳斯应大法师的要求，也派出了一支由阿尔萨斯率领的使节团，陪同吉安娜搜寻瘟疫的源头。没有人知道等待阿尔萨斯和吉安娜的会是怎样的一段旅途。由于时间关系呢，这部分内容也只能放到下期再来为大家讲述了。本期节目我们分别详谈了人类和兽人战役的前两关。人类和兽人面对先知麦迪文发出的警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而这也为后面的故事做出了铺垫。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不知道这种深度解说大家看得还过瘾吗？我猜大家应该是没有看够的，因为沃三的经典剧情是永远看不够的。不过大家也不用着急，只要多多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很快就会更新的。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谢谢大家，我是4213，我们下期再见。